你没有听说过在有毒化学废料上面造房子盖学校的吗？结果也是可想而知，这块地方除了养不活花花草草，就连动物也都离奇死亡。而更严重的是，许多大人身患绝症，孩子们也都染上了怪病。等事情曝光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来，附近的化工厂都只是背锅侠，罪魁祸首是来自地底下的2万吨有毒的化学品。爱河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环境灾难之一。实际上，爱河是一个住宅区，位于美国纽约尼亚加拉大瀑布的东南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该社区顶着这么浪漫的名字，却成为了一座垃圾倾倒场。而这一切要追溯到19世纪。早在1836年，政府就有意在伊利湖及安大略湖之间挖一条运河来连接2大水系，不过一直都没有付诸实践。直到1892年，一个叫做威廉·勒福的人来到此处。他提议用一条人造运河将尼亚加拉瀑布上下两岸连接起来，从而运营水力发电站。这样下来，安大略海岸就有望建造出一座工业示范城市，满足附近城镇的电力需求。反正威廉对该项目信心满满，也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快他招兵买马，这条以 Love 为名的运河也正式开始动工。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第2年，经济危机席卷而来，美国陷入了经济大衰退的困局，投资者们纷纷望而却步，撤走了资金。再加上头1年，交流电正式取代了直流电，成为了电力系统的基础，电力不再受距离的限制，所以挖掘了一半的运河也被停工了。挖了这么久，总不至于烂尾吧？于是尼亚加拉市干脆就把它当作填埋城市垃圾的倾倒场。当然，一开始只是倒点无害的垃圾，可渐渐的事情就变味了。由于化工是当地的支柱产业，生产过程当中自然会产生许多废料，而且大部分都是有毒的。这些化工厂本来还在头疼要如何处理，这不直接就有现成的好地方了。很快，一家化学公司就买下了这块地方，他们看中的就是运河底部，完全可以用来堆放化工产生的废弃物。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面，该公司把将近22000吨的化学废料密封在金属桶中，然后掩埋在了爱河底部，其中还包括了多氯联苯、2恶英和杀虫剂，上面又用泥土覆盖，一系列操作看似完美无缺。时间一转，来到了1953年4月28日。化学公司又以$1million的价格将这6.5万平方米的土地出售给了尼亚加拉市的教育委员会。为了避免今后的责任，化学公司在转让契约当中明确指出，该地区的地底下存放着化学废料。也许是教育委员会不懂其中潜在的风险，也有可能是头铁故意为之。反正这一条关键条约直接被无视。他们还计划在这片土地上建造一所小学。然而，在建小学的过程当中，建筑工人在施工时意外发现了地底下的金属罐，于是上报给了教育委员会，但得到的回应却是把教学楼移到25米远的地方继续施工。1955年，第99街小学顺利竣工，400多名孩子入学，周边配套的设施和住宅也紧锣密鼓地建设着。随着人口增加，爱河社区的建设脚步从未停止过，像教堂、超市、高速公路等便利的配套设施也日益完善起来，这也引来了更多的购房者。总之，爱河社区日益成熟，发展到了70年代，该地区总共有80套别墅、240套小公寓，因此社区也被称作为尼亚加拉市最好的社区之一。当然，在环境危机的丑闻公开之前，居民们压根就不知道自己购买的房屋是建在剧毒垃圾填埋场附近。长此以往，这些有毒的化学废料一点点地渗透在居民的地下室和后院，甚至到了学校的操场表面。无辜的孩子们每天都生活在有毒化学品的顶部，上课玩耍无忧无虑。路易斯·吉布斯是一位爱河社区的居民，她是在1972年搬到这里的，和丈夫共养育了2个孩子，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这片土地会迫使自己成为抗议活动的领袖和环保活动家。起初这里住着大多都是蓝领职工，而爱河社区的设施齐全，这让居民们感到十分便利。但突然有一天晴天霹雳，路易斯的儿子被疾病缠身，先是疯狂的起皮疹，然后癫痫发作，查不出缘由。更奇怪的是，这些疾病从未在家族史中出现过，这让路易斯非常担心。与此同时，他听说学校附近曾经有一个垃圾填埋场，这不免让他联想到自己儿子的怪病。紧接着他没有多想，直接拿着医生的诊断书向学校董事会申请转校，但这个请求被无情地拒绝了。首先，校方并不承认学校存在任何危害儿童健康的问题；其次，他们表示，如果同意了路易斯的申请，有了先例，那其他家长也会群起效仿，到时候对于学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此时的路易斯愤愤不平，他越想越不对劲，于是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学生的健康情况。果然，情况比他想象当中的还要糟糕。有些人每天都要忍受着头痛和肌肉
肉抽搐的困扰，有7岁的孩子死于罕见的肾脏疾病，还有人流产了11次都没有留住宝宝。而也正因路易斯的努力，居民们意识到这些病例的出现并不是巧合，爱河社区可能会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确实，刺激的气味从未消失过。有居民坦言，厨房水槽经常会散发出化学气味，还有后院也时常冒出异味，而且花花草草都很难养活。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关联。而在学校的学生们也发现，一靠近操场就有难闻的味道。起初大家都以为是附近的化工厂散发出来的，并没有当回事。毕竟谁能想到，在地底下也埋着呢？随着投诉增多，尼亚加拉卫生局也不得不做点什么。他们在爱河上方偷偷倾倒了大量的土壤，试图掩盖垃圾填埋场，减少气味的散发。1976年夏天，爱河地区的雨水不断，化学物质又进一步渗透到居民区。来自尼亚加拉公报的2名记者听到了风声，前来进行秘密调查。他们从附近居民那里找来了几个抽水泵，收集了水的样本进行分析，真的在里面发现了有毒的化学残留物。这一消息给了居民们当头一棒，他们纷纷抗议，督促当局进行更深入的调查。果然，在爱河南端的空气和下水道里面都发现了有毒物质，雨水管道系统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多氯联苯，这一物质是公认的国际污染物，它对皮肤和肝脏有着很大的危害，不仅影响大脑发育，还会导致癌症。可想而知，多年来这种有害物质一直在源源不断的从掩埋场里面渗透出来，真是害人不浅。在事情曝光之后，所有的异常情况似乎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像宠物的离奇死亡、没由来的皮肤病、数不清的怪病，以及异常多的意外流产事故。据说从1974年到1978年间，爱河社区56%的新生儿都患有了先天缺陷，包括有3只耳朵、双排牙齿和智力低下的儿童，这些都和长期接触有毒化学物质是分不开的。1978年3月，纽约州卫生部也开始调查该地区，他们收集了大量的空气和土壤样本，没想到在里面总共发现了82种化学物质。根据对爱河周围家庭进行健康检测，卫生部发现了女性生殖问题增长速度过快。到了8月2日，这一天是爱河地区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因为纽约州正式宣布爱河地区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所有孕妇和2岁以下的儿童都必须撤离。同一月，由路易斯组织的爱河居民协会正式亮相，他们直言爱河社区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环境灾难，政府必须设法将整个地区的人口撤离。然而，这场抗议运动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他们认为与其起诉政府，还不如直接卖掉房子搬走。可实际上，说来轻巧，这些建在有毒化学物质上面的房子，又有谁愿意当冤大头接手呢？自从事情曝光，爱河地区的平静生活被完全打破，居民们忧心忡忡，街道停着几辆大巴车，随时准备疏散人群。工人们正马不停蹄地开垦垃圾填埋场，看着他们一个个穿好防护服、全副武装的样子，居民们心里很不是滋味。因为一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们完完全全地暴露在这些有毒化学物品当中，丝毫没有任何防护，可想而知，身体是遭受了多么可怕的影响。但是如果自行搬家，居民们根本承担不起巨大的经济负担。1979年，这场抗议活动已经上升到了一场严肃的环保运动，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关注爱河社区的环境问题。可即便如此，安置居民的工作一缓再缓，到了第2年5月19日，染色体测验报告出来了。可以确定的是，该地区居民的染色体损伤发生率异常的高。这下居民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们扣押了来获悉尼的环保机构代表，决心把事情闹大。到了5月21日，在即将举办总统大选的前夕，爱河社区终于看到了希望。卡特总统下令将整个社区撤离，所有人都可以选择搬走，政府会以市场价格购买他们的房屋。到此为止，爱河事件也算是告一段落了。至于后续的修复工作，只能说任重而道远，因为有毒物质的迁移途径主要是雨水和家庭下水道系统污染蔓延到的整个地区，所以即使经历了拆除、填埋和覆盖，也需要定期对整个地区进行生态调查，确保没有出现新的迁移。同时，爱河地区的环境灾难也对美国及其他国家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关于有毒物质的处理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总有人认为节约成本，不惜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式去处理，殊不知会酿下断子绝孙的祸事。不管是砍伐林地、倾倒垃圾，还是向大海排污，这都是迫害地球环境的恶行。如果人类继续执意如此，早晚有一天地球会变得无法生存。破坏环境就是人类的自我摧残。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还听说过哪些类似缺大德的历史故事呢？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真人，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